我寻思之前出的礼盒怪兽都是和群星 S 一样大，而这次新出的个头大了太多了吧？你看都把迪迦的魂儿给吓没了。这只小布的迪迦30周年经典主题版 S 礼盒，也就是说这个是 S 的数体喽。本来寻思会有 NFC 的加坦杰克了就不入了，结果没想到他降的太狠了，那必须得狠狠拿下呀。可以看到零件很多，而且很明显是重复地域。盒子里面除了拼装零件之外呢，就是地台的贴纸，说明输入图鉴卡片，还额外给到了2张明信片。明明是那一年我们都被借了光。其中流到零件是有6包，3包小的成品零件以及3包大的成品零件，2包积木人零件，4个传奇版通用的地台，2包积木人零件分别是2种不同配色的群星 S 素体的迪迦，其余的零件全都是加坦杰克还有场景用到的配件。随后我用了2个小时完成了所有的拼装，得到了2个完整的迪迦，1个完整的加坦杰克，2个迪迦分别是夜战和石像配色。毕竟同为 S 素体嘛，所以说和群星 S 的迪迦比呢，就是配色的区别而已。比如夜战毕竟是网上拍出来的效果嘛，所以说比起普通版呢，是色彩饱和度偏暗淡了很多，其余的地方就没区别了。哪怕是礼盒透射的程度也是一视同仁的，还好还有一个石像配色，这个就不用担心透射问题了。可以看到浑身给到了模拟石头纹路的那种效果，就是比起真正的石头呢太光滑了，透明件分色都不用给了，多省事呀。我建议先拼夜战再拼石像，因为它没有图案分色做参考嘛，所以说容易前后左右拼反，所以需要一个拼好的作为参照。配件方面他们都有一对握拳手的替换手型，一对插在水里面的替换膝盖，夜战额外有一对飞行光线手，一对武器握持手，以及蓄力的载配利奥特效件，连接特效时需要用到的替换胸甲，这2个群星 S 里面有出现过，就不用多赘述了。我们还是要把这期视频的重点放在加坦杰克身上，可以看到是做成了正比例的造型，浑身除了嘴巴之外几乎都是分件分色，很明显无论哪一家玩具厂都是做怪兽比奥特曼要做的良心很多。拿来和 S 数体的迪迦对比呢，可以看到要高了不少，而且因为有钳子的原因，整体呢也是很长，如果想直接拿来和真武雕搭配的话，很明显是太小了，所以只能够借位拍摄了。细节方面可以看到它的头雕是倒吊着的，嘴巴可以张开，里面有一定的细节还原，是用一印还原的分色。然后它这应该算是肚子还是算背部呢，可以看到也是有很多的一印还原的疙瘩分色。最后面就是一截它的小尾巴，背后的海螺壳可以看到这个细节呢都是用的开模给还原出来的，建议用黑色质洗一下效果会更好。它的壳和肉之间的海草呢是用的软胶材质的零件来还原的，八根触角也是软胶，手感不错。最底下是6条绳呢一样的腿，左右各3条，这细节质感要是能给石像迪迦也安排上那该多好呀。前面呢左右还各有一条长得不一样的腿，这个应该是皮套演员的真实的腿吧。最后就是左右对称的4个大长钳子，上面的2个是6节，下面的2个是9节，每一节是3个分件，一共30节，可以想象多么的重复地狱了。而这4个钳子呢也是长得一样的，可动方面就是嘴巴可以张开闭合，头部呢有球形关节但是没可动，6节腿的根部呢是球形关节，然后钳子呢可以张开闭合，前腿是双段球形关节连接的，然后膝盖呢是转轴关节，脚踝呢也是球形关节，尾巴球形关节，4个长钳子每一节都是双段球形关节连接的，所以活动还算得上是灵活，钳子也是可以张开闭合的。最后就是地台场景了，配合这个浪花的图案呢，给了一个实体的浪花特效件，因为加坦杰克半截身是在海里嘛，所以说给了一个替换底座，可以刚好放在上面。周围呢有遗迹、小岛、石礁这些场景配件，每一个场景边上还有透明件还原的浪花拍打的效果。此外还有迪迦拆起的水花，我已经先把迪迦的替换膝盖安装在上面了。加坦杰克想切换水中形态呢，先把这一个头安装在替换件上，触角还有钳子呢都给它薅掉，说明书还要把这2个分件给拆掉安上，没必要这一块在背后底部根本看不到。然后2个长钳子给它换上底座插上，换上短触角，把主体放到水花上，迪迦切换成水命状态，直接给它怼到替换件上，这样的话决战名场面就给还原出来了。乍一看还好，问题是这迪迦的后背朝向我们呀，它的背后完全透射了，这看起来太难受了吧。要是背后没有透射的话，绝对能够吹爆。当然现在价格普发的这么严重，我也不要求它傻了。